桃子，我请求你做我的妻子，我请求你让我做咱们孩子的父亲。杨导，你愿意嫁给我然吗？我愿意。咱们结婚吧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吗？就是因为我相信你是不会骗我的人。结果你在这么重要的事上，你骗我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是一个谎言，你以后就是成千上万的谎言。我就是太在意你对我这个信任了，所以我这就弄巧成拙了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是咱爸派来的，派来心疼你的。爸妈，民政局来电话了，我们的领养申请通过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是啊，妈。不过现在问题就是现在申请领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但是福利院呢健康的孤儿又太少，大家都排队等着呢，可能等待的时间或许会长一些。我在网上呢有一些网友给我建议，说让我去城市的城乡结合处去找那种小医院去看看。说有的人呢，由于各种的原因生下孩子以后呢，没有办法养活孩子，领养者呢可以去看看孩子，如果觉得这个孩子好，就直接跟家属和医院就谈一些细节问题，然后再去民政部登记就行了。我跟魏魏呢，我们俩都想好了，这样做的好处呢，就是既可以看见孩子，还可以看见孩子的父母，从而可以确定这个孩子身体是否健康，有没有遗传病什么的。就按你说的办吧，你呀，上小医院去找一个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越偏越好，越远越好。好，妈，我看这事儿还是托个熟人帮忙介绍一下吧，这样我们知根知底儿的，心里都踏实。对啊，我记得素梅的老家是张家口农村的，哎，是不是让他帮着给打听打听？又是薛素梅，好像咱们家就离不开那个薛素梅了。你看，咱们家呀就这么几个有限的社会关系，所以找他这不很正常吗？你说别的人，咱不知道哪有农村关系啊。不过也是，也就是那薛素梅啊，还有什么农村亲戚。哎呀，说来真是巧啊！你看彩萍，昨天才跟我说这事儿吧？今天一早我给那个村大夫打电话，正好就有一户人家生了个女孩儿。哎呀，当然说起这事儿吧，也是悲喜交加。这女孩的爸爸前一段矿难没了，结果这妈呢是四川嫁过来的，结果呢就10几天前丢下孩子回老家去了。哎呀，走前留下话来说是啊，实在无力抚养这个孩子，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这孩子将来找个好人家。你看，这不就像
就像是给咱们准备的嘛。那这个男的有父母吗？或者是其他什么亲戚呢？爹妈都没了，就是俩姐姐，一个在广东打工，一个在东北，都多少年都不回来了，所以你不可能是为了一个，你明白没有？是。哎呀，多悲惨的一家人呐！听你说呀，就跟看电视一样。哎，那些法制栏目里倒经常讲这些故事啊。跑题了。哎，那个女的多大岁数？才20岁，刚20岁啊！哟，那可太可怜了。就是谁要是有能力有条件，谁不愿意要自己的孩子？都万般无奈才会走这条路。你看他要是还在村里，他没亲人，孤儿寡母的没法待。可是要是把这孩子带回老家呢，也不行。他年纪轻轻的，他还得嫁人呢，是不是啊？另外一个，他真找个好人家，这不这对孩子也好吗？肯定比他自己带着好，是不是平儿？反正听上去嘛，你这条件确实是不错。我就这样，咱们先去看看，别急于说是就定这事儿，是吧？看看，咱不可能让人家先抱过来，是吧？那你不要不好，咱看看，如果说是对眼儿了，一看就是咱孩子，你就要是特别排斥，那就算了，咱再找呗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先看看平儿。哎，素梅啊，你让那个医生保密了吗？说了，我坚决得强调啊，绝对不能让他说，而且他也愿意找个好人家啊。但素梅，这事儿吧，我还是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而且这孩子如果抱过来，长大了我们也不会告诉他这些事儿哈。我觉得这样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，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。你说呢？哎呀，平儿啊，你说的不对。什么叫越少知道越好？就没人知道才好。今天我跟你讲，在座的就咱们几个知道，咱们就今后跟他们说，让他们都找不着，你说都找不着咱们。行，你只要你不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说什么意思？妹妹，你怎么了，妹妹？这怎么了？我就觉得恶心。这几天早上起来都这样。你说什么？你这几天早上起来都恶心啊？走，上医院。去要干嘛去，妈？听我的，上医院，赶紧，扶着妹妹，走，肯定有好事，走。对不起，大夫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恭喜啊，怀孕了！怀孕了？啊？真的？这验血的化验单上写的很清楚。你确定吗？阳性，没错的。真的，宝宝，你看，真怀上了。你们怎么了？不想要孩子啊？不。想，就是一下子没想到，太突然了，就是太神了，这事儿。怀上了是吗？阳性，没错的，这多好的事儿啊！好，恭喜你们！谢谢大夫，谢谢。妹妹怀着多高兴，你别哭，咱别高兴的。妹妹真怀上了，妈。怀上了啊！我们家宝贝怀上了！怀上了！不能抱他，危险，当心！怀上了就好啊！好。哎呀，妹妹，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孙子了。妈，其实1个月前我就带魏魏到这家医院来做过治疗。我们当时想过来碰碰运气的啊，但是没想到魏魏她真怀上了，她真是个争气的孩子。哎呀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！老天爷终于给了我一个孙子。你知道吗？之前吧，我这心里一直慌慌的，我老打鼓。哎，我说我做了些什么不该做的事儿？老天爷是不是惩罚我？为什么就不给我一个孙子呢？可当着你面啊，我还老是打肿脸充胖的，我老气你是不是？哎呦，现在我好了，老天爷终于给了我一个公道了，让我有一个宝贝孙子，我是踏实了。可素梅啊，
现在就看你了，看你们家桃子了。什么话呀？他说老天爷终于还他一个公道了。说魏魏，哎呀，没怀上的时候，他总觉得自己做了什么缺德事儿。说这回终于怀上了，这回终于要看你的了。说是看我的，什么意思？他不就是说咱桃子要是怀不上的话，就是我干了缺德事儿呗？啊，那你想多了吧？不，别人我可能想多，但是他蓝彩萍，他1000%他是这个意思。他那个人，哎呀，完了，这回又让他超前了。哎，您别一直说到他，您就是老激动难受的。您想想，那会儿人家魏魏说怀不了孕的时候，您瞧您多着急啊，又给他找大夫，又去找医院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人怀上了，就替他高兴呗。我不高兴，我看他那得意样，我就不高兴。他不这样，我还可怜他，我同情他。他一这样，我就，哎呀，你说。这老天爷怎么不开眼呢？你说，这桃子怎么也得下个月才能有反应，他到现在没犯恶心呢，不到时候啊！哎呀妈呀，我这心里这个不踏实啊！妈，啊，魏魏怀孕了，真怀上了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真不容易哈！哎呀，你转的可真够快的。行，我知道，我抓紧，我努力。啊，行，还有事吗？没事挂了啊。嗯，拜拜。哎，魏魏怀上了。什么情况？她不是怀不上吗？不知道是不是医生弄错了，还是说碰见神医给治好了？哎呀，魏魏都怀上了，着急了吧？啊！着急了就赶紧回家造人去。哎，真不是我说啊，我觉得你对果然的考验已经是足够了。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特有大格局的女人，你怎么就始终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呢？你说，希拉里知道吧？莱文斯基，那白宫著名的实习生，抖着一条全世界都著名的脏裙子，说上面那东西那是老西她老公留下的。人老西从头到尾都没嘚瑟一下，直接就说一条算什么？你10条你都放马过来，老娘不怕。我跟你说，这才叫大女人。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别妞，哎妞，啊，是什么？看选择。哦，行，那行，我看一眼啊，哎，拜拜。哎，那个，娇娇，你把电视打开。嘛呀？找那选择那个栏目。怎么了？比利牛说里头那个戴面具的男的长得有点像西风。哦。往前压的比较大，是不是？这一项需要用耳朵来欣赏的我听编导讲，哎，您是个看就护士的男人。您在自己妻子怀孕的同时，和您的情人有了孩子，真的是西风，而且为此离了婚。是。这是您做的事情吗？是。这是真事儿。请问，现在你和你这个情人还生活在一起吗？没有。出了点意外，她流产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们分手了？对。可是编导告诉我说，你为了这个女孩子还借了高利贷，为什么？他哥呢，就跟我说想通过钱来补偿他妹妹。我跟我爱人离婚的时候，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他，然后我就借了高利贷，然后把钱给他了。这高利贷利滚利的，你怎么还啊？还是我爱人帮我把这个钱，这个高利贷替我还上的。您所谓的你爱人，其实是指您离了婚的这个妻子，对吗？对。一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遭遇了丈夫背叛，然后这个丈夫为了补偿那个女孩子，给人家钱，借了高利贷，然后这个女人又忍痛帮你还债。对。先生，你怎么可以做这么糊涂的事儿啊？我知道，
我背叛了我爱人。其实他完全可以不管我的死活，他有10000个理由可以不管。但是在我最困难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默默地帮助了我，帮我把这钱还上了。我特别对不起他，我特别后悔，特别后悔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后悔？从跟那个女孩发生关系以后，我就开始后悔。先生，今天你来我们这里，你希望我们怎么帮助你？我希望通过你们这个节目，让我爱人知道，我知道我自己的错误，我想让他重新接纳我，让他原谅我。现在你们的孩子出世了吗？算今天吧，正好是259天。也就是说，距预产期还有1个月。还有20天左右吧，就到预产期了。你即将要当父亲。对。你想那个孩子吗？想。你想你前妻吗？想，特别想。你天天都想吗？分开以后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，我脑子里边全是他，我特别想他。每天晚上我都控制不住的回忆，我回忆我们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你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，就是在后悔。对。我除了后悔还是后悔。你每天晚上可能都会像今天这样难过、落泪。对。先生是这样啊，在您来参加这期节目的时候，我和您的前妻通上话了。你想知道他的态度吗？我想。你觉得他会原谅你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特别想听，真的。好，录音采访，我们一起来认真听一下。你好，请问是苏女士吗？啊，我是。我是北京电视台选择节目的主持人。您的前夫呀找到我们，我想了解一下你们之间的事情，不知道方便吗？是这样啊，那个苏女士，我知道马上您就要预产期了，我也想了解一下您的身体情况。如果您觉着特别不方便呢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我挺好的，您说吧。谢谢您啊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我听说您和您前夫之间的事情，我觉得是挺过分的。我听您前夫讲啊，他为了给那个第三者的那个女孩还钱，然后借了高利贷，而且是利滚利的。后来是您给他把钱给还清的。是。可是我知道你们已经离婚了，您完全可以不管他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离开我们这个家的时候，把钱都给我了，一点财产也没带走。他遇上这事儿了，我得帮他。那我想知道您是纯帮忙的心态呢，还是也心里有一点点心疼这个男人？是这样啊，苏女士，我知道，您现在心情非常不好。他呢也跟我们说了一下，非常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。没这必要了吧？是这样，我想声明一下我的立场，我也不是说一定希望你们复合，只不过呢，我们的编导采访到您这个前夫的时候呢，他说啊，他和您之间呢有过10多年非常恩爱的夫妻生活，而且呢一直感情特别好，我就是觉得挺可惜的，我就在想啊，假如啊，你们俩能再在一起，您心里最大的一个障碍是什么？我不再相信他了。我们结婚这10几年，我其实一直都很信任他，我从来都不查看他手机。
他要是有应酬回来晚了，我也从来不问他，问这问那的也不问。确实，这事儿出了以后，我们之前所有建立的信任都没有了。我特别害怕，我害怕他随时会再来这么一次，那样的日子我没法想象。非常理解，非常，但我这样想啊，毕竟他是孩子的父亲，如果他愿意或者他希望跟您再在一起，您有可能会给他一个机会吗？他怎么做你才能给他一个机会？不知道。孙女士，保重身体，谢谢你啊。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这是我们全部的通话内容。其实刚才主持人问你的前妻说，他怎么样做，你才可以原谅他？他说不知道。在我看来，也许那个不知道，除了恨，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缝隙，那是一个可能。但是这个缝隙你必须头破血流的去撞击这个缝隙，也许就是机会。但是如果你站在旁边观望，那个缝隙将会越来越小，甚至很快会彻底关上，永远没有希望。